情人节那天，我的丈夫和他的女秘书被人双双送进了医院，医生诊断是一氧化碳中毒。被人发现时，两人一丝不挂地晕厥在车里。赶到医院的我心如死灰，手机界面还停留在2个小时前他发来的消息：老婆，等我应酬结束就回去陪你过情人节，我一定会给你一份巨大的惊喜。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我站在病房门口，心里出奇的冷静。柏之眼说要给我惊喜，还真是一份大到不能再大的惊喜。小姐，请问你是病人家属吗？小姐，我回过神来，深吸一口气，扯出一个不达眼底的笑来。不是，我只是他朋友。护士一脸焦急，那请问您能联系到他的家人吗？我给了他一个号码，是柏之言母亲的。回到家中，我沉重地将自己陷入沙发的怀抱，任由夜色与泪水交织成无尽的思绪。整晚未眠，回望与柏之眼共同走过的10年时光，仿佛一部悠长的电影在心头缓缓播放。我和柏之眼的故事开始于大学校园校庆晚会上，他独自站在聚光灯下，举着话筒唱了一首《白玫瑰》。他很轻易地用帅气的长相和充满感染力的嗓音俘获了在场众多学姐学妹的芳心，当然也包括我。为了追逐他的脚步，我也加入了他所在的社团。朝夕相处之间，我们之间越走越近。学校元旦晚会那天，我和柏之眼被共同推出来合唱。那天晚上，他约我到湖边，从身后变出一束花来，在路灯下问我：苏锦时，你要不要做我的女朋友？被他拥在怀里的那一刻，我觉得漫天的星光都朝我奔来。大学毕业后，我们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成为众人眼中的佳话，收获了无数羡慕与祝福。为了不给柏之眼负担，我隐瞒了自己其实是富家小姐的身份，谎称我爸给的钱是跟银行贷款来的，和柏之眼一起创业，陪着他从零开始。柏之眼的确是个人才，短短数年，我们的公司逐渐步入正轨。因为爱他，我将公司董事长的位置让给了他，而他也给了我35%的股份，让我成为了公司最大的股东。我心甘情愿地当着项目总监，将所有的荣光都给了他。3年前，柏之眼因为应酬喝了太多酒，酒精中毒被送进了医院，我心疼不已。柏之眼出院后，我心甘情愿地为了他成为了一个全职太太，放弃所有的事业，只是为了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也是这个时候，黎念念出现在我和柏之眼的生活里。她是柏之眼的青梅竹马，空降成为柏之眼的秘书。她的出现如同一阵突如其来的风，悄然改变了我们生活的轨迹。就在黎念念成为柏之眼秘书的第4个月，我察觉到了柏之眼身上那细微的变化。从前的柏之眼对于自己的形象并不在意，可是现在，他宁愿花半个小时打理他的头发。他的黑框眼镜也换成了金丝边眼镜。家里虽然有几套西装，可他向来穿不惯，说太正式了会让他不自在。可是现在，他几乎每天都穿着，甚至还精心搭配上了精美的袖口和领带夹。不爱喷香水的他，也开始在出门前喷上几下。晚上，当我们习惯性地依偎在一起追剧时，他却开始保持距离，手捧手机，坐在不远处，偶尔传来的笑声中满含深意。每当我询问他因何而笑，他只会随口找几句借口敷衍我。仔细算来，
柏之眼已经大半个月没有碰过我了，上一次他也只是草草了事。我问他怎么了，他也只是说最近工作太忙，太累了。虽然心存疑虑，但出于对这段感情的珍视与信任，我并未深究。我与柏之眼共同走过的路，每一步都凝聚着不易与深情。我全心全意地爱着他，可以为他付出一切。我坚信这份爱是相互的，是携手共度余生的承诺。然而情人节那天，他给予我的却是一个震撼心灵的惊喜。那一刻，我以为的永恒誓言似乎瞬间崩塌。本以为自己会陷入崩溃的边缘，被绝望与愤怒吞噬，甚至歇斯底里地宣泄情绪。但出乎意料的是，我内心却异常平静。这份平静如同深邃的湖面，没有一丝波澜。它包裹着我，让我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冷静审视着这一切。柏之眼是第二天早上回来的，那副衣冠楚楚的样子，丝毫看不出他昨晚和林念念被人一丝不挂地送进医院。见到我坐在沙发上，他眼里闪过一丝震惊，随后又带着笑上来，想要抱我。老婆，你在等我吗？没有。你昨晚去哪儿了？我不着痕迹地闪身，柏之眼的笑容僵在脸上。昨天念念低血糖晕了，我把她送到医院去了。你也知道，她在这里没有亲人，我是她发小又是老板，照顾她也是应该的。老婆，你不会怪我吧？他的眼神带着些小心翼翼的探究。我摇了摇头，柏之眼似乎是松了口气，上前来搂住我的腰就要亲我。但我只要一想起他这张嘴昨天也亲过林念念，我就犯了心。我有些烦躁地推开了他。行了，我有点事要出去一趟。柏之眼面上闪过一丝厌恶，他环顾四周，见到空荡荡的餐桌，眼神里带着些不解。老婆，早饭呢？自从柏之眼因为酒精中毒进了医院，我就开始学着亲自下厨，照顾柏之眼的胃。我从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富家小姐，到现在能烧得一手好菜，是我切到无数次手，烧坏了好几个锅换来的。从前我爱柏之眼，可以忍受这些，心甘情愿将自己变成一个没有自我的家庭主妇。可是现在，她身边有了林念念，大概早就看不上我做的那点东西了。没做，你想吃的话，我给你点外卖。我拿出手机来做事，就打开外卖软件。柏之眼却有些不耐烦的一边解他的领带，一边摆手。算了，你帮我放洗澡水吧，我累了。我没理他，拿上包净纸走向玄关大门换鞋。我说了我有事要出去一趟，你自己放吧。关上门之间，我隔着缝隙看到了柏之眼惊愕的眼神。我打车回了苏家老宅，和柏之眼结婚这么多年，为了隐瞒我的身份，我几乎鲜少回家。我爸心疼我，从来没有抱怨过我为了一个男人不去看他。既然我动了要和柏之眼离婚的念头，我就要重新做回以前的苏家大小姐。所以我爸让我回去吃饭，我也就没有推脱。和柏之眼结婚以来，我对他可谓是百依百顺，不仅为他洗手做羹汤，把所有的荣光都给他，就连他说想先拼事业再生孩子，我也随他。我和柏之眼在这段婚姻中有矛盾是在所难免的，每次吵过架，我都会先放下身段去跟柏之眼和好。柏之眼的喜好，我比他自己更清楚。比起他的妻子，我更像是他的老妈子。我带着一腔爱意去拥抱他，可却换来的是他的背叛。柏之眼让我这几年的付出全都成了笑话。我没想到会在家里见到谢燕慈，我那个10几年没见的发小。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跟我爸说要离婚的事情，
可我爸好像早就猜到了我的想法，他跟我说，我想干什么都去干，他会做我的后盾。晚饭后，我爸让谢燕慈送我回了家。谢燕慈的车停在我和柏之眼的别墅外，我见到林念念搀扶着他从车上下来，两个人在车门边缠绵着。如果不是谢燕慈握住了我的手，我大概感觉不到指甲死死掐着掌心的痛意。被10几年不见的发小见到了我一地鸡毛的婚姻，还真是丢脸。看着柏之眼的助理开着他的卡宴将林念念送回家，我才颤抖着声音跟谢燕慈道了谢。开车门的手带着控制不住的颤抖，谢燕慈叹了口气，伸出手来帮我开了车门。苏紧时，我朝他摆了摆手，我只求他快点走，我不想这么狼狈的样子被外人看见。他终究什么话都没说。我看着他的车消失在夜色里，整理好思绪，我才推门进去。我听见浴室有水声传来，柏之眼扔在床上的衬衫衣领上落着一枚红色唇印，看来他们今天还挺激烈的，也许是做了心虚的事。第二天的柏之眼显得体贴温柔很多。他说，为了弥补我一个人过的情人节，他今天决定陪我一天，任我差遣。他话音刚落，手机铃声就响了起来。他扫了一眼，皱起了眉头，有些不耐烦，还有些担忧。可他依旧没管，只是搂着我问我今天想干什么。他的手机铃声不厌其烦地响着，我冷冷开口，接吧。林念念也许有要事找你。他有些尴尬，只说不用管。但手机铃声在响起时，他还是按下了接听键。我听见电话那头传来娇滴滴的啜泣声，柏之眼神色慌张起来，起身去了阳台接电话。等他再回来时，只说公司临时有事，下次再陪我。挺蹩脚的借口，也许是太担心他的小心肝，就连出门都差点崴了脚。他忘了今天是我的生日，我买了蛋糕，又做了一桌子菜。尽管我知道柏之眼今晚大概率不会回来，我就这么给自己斟了杯红酒，呆坐在饭桌前，看着那些热气腾腾的菜一点点变冷。凌晨12点，林念念更新了朋友圈，照片里光影朦胧，尽管画面有些模糊，我还是一眼就辨认出和他紧紧依偎在一起的男人是谁。林念念配文说，遇到你就像漂泊已久的船舶找到了避风港。我默默地点了个赞，然后没有一丝忧郁地把准备好的蛋糕和满桌子的菜肴一股脑儿都倒进了垃圾桶。直到墙上挂钟的指针指向4点，柏之眼才踉踉跄跄地回到家。他身上散发着酒味，还夹杂着些甜到发腻的香水味，脚步虚浮，连站稳都费劲。最后还是我搀着他，一步一步挪到了浴室门口。我替他脱下衣服，在他的脖子上见到了吻痕。直到现在，我的心终于死了，再也掀不起波澜。洗完澡，柏之眼看起来精神多了。我照例为他准备了一杯温热的蜂蜜水。今晚是和哪个客户应酬，喝得这么醉啊？我随口问道。柏之眼眼神闪烁，避开了我的目光。是海城那边的新客户，你不认识？他轻声回答。我应了一声，就没再多问，任由他倒头睡去。第二天，我故意试探柏之眼，说既然工作这么忙，下周的结婚6周年旅行要不要改期？柏之眼连忙摇头，说这样的纪念日旅行意义非凡，绝对不能取消。他会提前把工作都安排好，保证不影响我们的行程。为了这次旅行，我从年初就开始筹备，每个细节都精心策划，从景点选择到酒店预订，再到每日的行程安排，都花了不少心思。
机票也是早早就订好了。我故意装得轻松随意地问他：“怎么确定？不需要和林念念说一声吗？”柏之眼愣了一下，疑惑地说：“为什么要跟他说？”我微微一笑，没说话。出发那天，柏之眼如约推掉了所有的行程，陪我一起去玩。第一个目的地就是三亚。柏之眼不止一次跟我说过，等以后有时间了，要去海边潜水、冲浪。柏之眼带着我去潜水，陪着我拍了很多照片，然后他将我们的合照发到了朋友圈里。我看着他朋友圈下亲戚朋友们那一句句郎才女貌，心里直犯恶心。一天的行程结束后，我们回到了酒店。我刚准备去洗澡，柏之眼的手机就响了。他看了一眼屏幕，直接按掉了电话。不接吗？我随口问了一句。柏之眼轻松地回答：“不认识，是骚扰电话。”话音刚落，手机又响了。他还是选择挂断。我没再管他，拿着浴巾和睡衣进了浴室。关上门时，我隔着门缝看见柏之眼神色复杂地看着手机，脸上带着些纠结。晚上，我挑选了一家氛围很好的餐厅，红酒、牛排，还有现场小提琴演奏，一切都让人怀念起我们热恋的时光。我记得很清楚，那晚的月光下，小提琴声悠扬，柏之眼手捧玫瑰，单膝跪地，深情告白。我含着泪接过玫瑰，和他紧紧相拥，热烈的吻在掌声中定格。正当我沉浸在回忆中时，柏之眼的手机响了，不是来电，而是短信。他看了一眼，脸色骤变。怎么了？我问。他焦急地说：“老婆，念念胃溃疡，送医院了，情况严重吗？医生说很危险，他是因为招待客户才这样的。我必须回去看看，让其他人处理不行吗？你大老远跑过去。”我话没说完，他已面露难色。我知道，但他是我的员工，出了这么大的事，我不能不管。柏之眼下定了决心，我今晚就飞回去。老婆，要不你先别急着走，等他稳定了，我再飞过来陪你。我朝他摆了摆手，不用，接下来几天的旅程，我自己一个人去就好，钱已经花了，机票、酒店都订好了，不去浪费了。柏之眼犹豫了半晌，终于还是拿上桌上的烟，然后毫不留恋地转身离开。看着他决绝的背影，我举起酒杯，这红酒大概是年份太浅，不然为什么入喉这么苦涩？因为林念念的一条消息，柏之眼可以抛下我，终止和我的周年旅行。他走得决绝，就像我意料之中的那样。半个小时，我喝完了2瓶红酒，醉意朦胧间，我似乎看到了谢燕慈出现在我的面前。她背着我的包，扶着摇摇晃晃的我买了单，带我出了餐厅门。我看着谢燕慈那张帅得人神共愤的脸，笑着问她为什么在这里。她没说话，只是害怕我摔了，急忙上前拉住左脚绊右脚的我。我借着路灯看她，笑了又哭，酒劲上来，蹲在地上嚎啕大哭。无论她怎么拽我都不肯起。路过的人用打量的眼神看着我和他，好像他是欺负了我的负心汉。苏锦时，起来，为了个渣男要死要活，你脑子呢？我刚想反驳他的话，突然心里猛地一跳，紧跟着眼前一黑，整个人不受控制地倒在地上。失去意识前，我见到一脸慌张地叫着我名字的谢燕慈。再次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护士进来后说我真是幸运，幸亏男朋友及时把我送来，不然可就危险了。我本来一头雾水，直到谢燕慈拿着药和饭菜走进病房，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昨晚还真是他救了我一命。苏锦时，10几年不见，你怎么会为了一个渣男要死要活的？
这是他问我的第2遍。其实我不是为了柏之眼要死要活，而是想不通，柏之眼明明那么爱我，为什么最后还是和我走到了如今这个地步？见我不说话，他只是叹了口气，将粥和勺子放到我面前的桌板上。我盯着手机，不经意间，李念念的朋友圈新动态映入眼帘。照片里，一个男人正温柔地给她喂粥，画面和谐温馨。他写：“你就是我的盖世英雄。”虽然那男人没露脸，但他手上那枚我熟悉的婚戒早就昭示着一切。我的丈夫连夜坐飞机赶回青城，就是为了照顾那个胃病发作的女秘书，而他却不知道，他的妻子才从鬼门关走了一遭。看到我的神情后，即便我不说话，谢燕慈也猜到了一切。他拿走我的手机，让我先吃饭再说。直到我放下手里的勺子，谢燕慈也没有说一句话。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可笑？我冷不丁的一句话，让谢燕慈的脸上多了几分疑惑。10几年没见面，现在见到我，却只见到一个因为渣男背叛要死要活，把自己喝进医院的家庭主妇，是不是对我很失望？兴许是我隔着泪看他，竟然恍惚看见他眼底里有几分心疼。阿锦，我擦了眼泪，朝他摆了摆手，多谢你昨天把我送到医院来，你是不是还有事要忙？我就不打扰你了。医生说我挂完这些水就可以出院了。谢燕慈没有走，只说等我挂完水，他把我送回酒店再说。遇到谢燕慈本就是巧合，她在三亚还有公事要办，知道我要独自走完剩下的旅程，她本来想和我一起去，却被我拒绝了。我想一个人散散心，就当我给自己这10年的爱情画上一个句号。在此期间，柏之眼只给我打了2次电话，每次都是满满的歉意，完全没提他会回来找我。等我结束旅行，拖着行李箱回到青城的那天，柏之眼亲自来机场接我，一见面就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周围的人都投来羡慕的目光。坐进车里后，我自然而然地打开副驾驶的储物箱，想找口香糖，结果映入眼帘的就是一盒开了封的套。柏之眼的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车内的空气突然变得异常凝重，气氛冷得仿佛能结冰。最终还是我开口打破了这份尴尬，笑意不达眼底，给我的惊喜。柏之眼顺势而下，尴尬地笑了笑，点了点头。老婆，我就是想给我们的婚姻生活加点乐趣，换个环境，体验肯定会不一样。要不今晚我们就试试？我摇头，将那盒开了封的套放回储物箱里。柏之眼明显放松了下来，长长的舒了口气。随后他转移话题，问我后面几天玩得怎么样。我告诉他，一个人的旅行还不错。柏之眼听后满是歉意地说，老婆，真对不起，我没想到念念那边会出状况，等我忙完一定再陪你去旅行，好吗？不用了，世界那么大，有些风景看一次就够了。听到我的话，柏之眼的眼神变得复杂起来，似乎有话想说，却又咽了回去。而我已无心再谈，调整了一下座椅，淡淡地说，我累了，先睡会儿，到家记得叫我。好。柏之眼轻声回应，随后转头专注地开启了车。一进门，我就进了衣帽间，整理我所有的东西。柏之眼一脸惊愕地问我在干什么。我将箱子合上，站起身来，面无表情地直视着他，收拾东西回我爸妈家里住。离婚协议这几天我会寄给你，你记得签。我话音刚落，柏之眼如遭雷击一般呆愣在原地。你要跟我离婚？我点头。为什么？他几乎是咬着牙说出的这话。
柏之眼，你还记得我们领完证走出民政局的时候，我跟你说过什么吗？我将箱子立起来，神色淡然地问他，他只是动了动唇，没有开口。想来他早就忘得一干二净。我跟你说，只要你背叛了我，我就不要你了。柏之眼神色尴尬，因为我这句话脸上染了几分怒意。我背叛你？你有什么证据？我有些不耐烦地将他送给我的迟来的生日礼物扔进垃圾桶里。柏之眼，我刚才给你台阶，你还真就借坡下驴了。那盒开了封的套到底和谁用了？你心里最清楚。你和林念念到了哪一步？见家长还是该给他送彩礼了？我将3个箱子并排立在一起，和柏之眼结婚6年，我要带走的东西竟然只装满了3个箱子。他急切地要来抓我的手，却被我避开。老婆，是不是有人跟你说了什么？念念工作上进，又勤奋肯学，是个好苗子。他的业绩大家有目共睹，肯定是有人眼红他，所以跟你说了些有的没的。见我没有反应，柏之眼心虚的胡乱攀摇起来。苏锦时，我和你结婚6年，你宁愿相信外人，也不愿意相信我吗？偌大的一个帽子扣下来，当真让我想笑。我翻出林念念的朋友圈，柏之眼，需要我帮你回忆半个月前我生日那天，你到底和谁在一起，做了什么吗？他眼神飘忽，有些不自在地扯了扯领带。那是念念的男朋友，只是身形跟我很像而已。你跟我结婚那么多年，你竟然还能把别人认成我？我没回他的话，从包里拿出一枚不属于我的耳钉。那这个呢？那是我在那盒开了封的套旁边看到的，想来是林念念故意放在那里，他希望我看到，希望我歇斯底里地跟柏之眼大闹一通。可惜如不了他的愿了。那时我原本想送给你的，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了一个，我就收起来了。我冷笑一声，是吗？可是柏之眼，你上次送我的还是香奈儿，这次为什么是拼夕夕2块钱包邮的廉价货？苏锦时，说来说去，你还是不相信我。他习惯性地抱怨着，从前就是这样，他做错了事，就把责任全都推到我身上。我受不了和他冷战，所以每次都是我低声下气求他和他重修旧好。可是现在我不想再这么卑微了。那请你解释一下，情人节那天你为什么会和林念念被人赤身裸体地送进医院？柏之眼面色一僵，支支吾吾的声音几乎要淹没在空气里。你在说什么？我不知道。见他试图逃避，我冷笑回应，别装了，你们被推进医院的时候我就在，护士早就151时把事情告诉我了，你妈的电话也是我给护士的。柏之眼的脸瞬间失去了血色。老婆，听我解释，他急切地说，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和念念在车里什么都没发生，什么都没发生，会不穿衣服。我有些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好了，柏之眼，我们就到此为止吧。我本来不想跟你撕破脸的，我想着等我们结束旅程的那天就跟你摊牌，好聚好散。可你却在第1天就为了林念念抛下我，独自一人回了青城。我看向他，眼底都是厌恶。这6年，你让我觉得我是个笑话。柏之眼眉头紧锁，眼神坚定。锦时，不管你是否相信，我以我的人格保证，我和念念之间是清白的。我从未做过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人节那天真的只是个意外，我心里从始至终只爱你一个人。他急切地抓着我的肩膀，想要逼迫我看他。我不耐烦地甩开他的双手。柏之眼，好聚好散吧，别让我更恶心你。他神色变了变。好，你要离婚，我不反对，但我有一个条件，
多年夫妻，我怎么会不知道他想要什么？我平静地回答：公司的股份我会全部转到你的名下，我什么都不要，也不要你的赡养费。柏之言脸上写满了惊讶，看起来非常意外。这家公司是我们俩互相扶持，从零开始，慢慢壮大起来的，凝聚了我们多年的汗水和努力。现在我说放弃就放弃，换谁都觉得不可置信。他皱着眉，迟疑了一会儿，然后小心翼翼地问：你真的什么都不要吗？我坚定地点头，对，车子、房子、现金、股份，我都不要。柏之眼的眼里闪过一丝喜悦，他提议说：那我们得有个凭证，我过几天会开个股东大会，只要你到时候在会上公开承诺并签字，我今天下午就可以跟你去办离婚手续。好。之后柏之眼没有再阻止我收拾行李，他只是站在旁边，双手交叉在胸前，冷冷地看着，仿佛我只是个陌生人。我想到从前，每次柏之眼出差都是我帮他整理的行李，衬衫、领带、内裤、西装、袜子，甚至他的晕车药我都精心准备着。自从柏之眼因为酒精中毒住院之后，我就时刻会帮他准备好解酒药和胃药，生怕我不在他的身边。他喝得太多，又进了医院。我苦笑了一下，心里明白，他的心早就离我远去了。我想离婚，其实他心里估计也早有这个念头吧，只是担心我分走他的钱，不好意思先开口罢了。现在也不用再藏着掖着，能天天和林念念在一起，那才是柏之眼真正渴望的生活。离开之前，我给谢燕慈发了个消息，希望她能来接我，我会在小区门口等她。我推开门的时候，林念念手里提着个袋子出现在我面前，她那张漂亮的小脸上带着些欣喜，不过转瞬她就换上了蹩脚的惊愕。锦时姐姐拖着这几个箱子是要去哪里？我没打算回她的话，只拖着箱子就要往外去，可她却挡在了我的面前。她举起手里的购物袋朝我晃了晃：我来给保总送领带，昨天不小心把酒洒在了柏总的衣服上，说好了要赔柏总一条领带的。说完，她将领带拿了出来，走到柏之眼的面前比划着。那个柜姐说的没错，这条领带果然适合保总。我冷眼看着他这趾高气昂的小三转正的架势，倒真有些想笑。片刻后，他转过身来，带着些刻意的委屈：啊，我给柏总送领带，锦时姐姐不会介意吧？我回了谢燕慈的消息，将手机放回包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和柏之眼。不介意，你的柏总的内裤也旧了，我看林小姐下次可以一起买。至于尺寸和款式，我想应该不需要我告诉林小姐吧。我话音刚落，林念念脸上倒真有几分愕然。也是，我刚跟柏之眼摊牌，他还没来得及告诉他的小心肝，柏之眼一把搂住了林念念的腰。念念，我和苏锦时要离婚了。为什么啊？保总，是不是你工作太忙，冷落了锦时姐姐啊？林念念做作的声音听得我作呕。我的手机铃声响起，是谢燕慈在催我。我没有多余的精力跟他们废话。林念念，你不用在我面前装绿茶。我和柏之眼为什么会离婚，你比谁都清楚。好了，这屋子留给你们，你们想怎么翻云覆雨，请便。哦，对了，柏之眼，我留下的那些东西，你叫陈妈到时候帮我都扔了。我扔下几句话，拖着几个箱子，头也不回地离开，比那天丢下我一个人回青城的柏之眼还要坚决。我拖着箱子出小区的时候，谢燕慈正靠在车门上抽烟，见我来，她扔掉了烟头，然后用脚踩灭。
我看着他这辆崭新的大 G， 想来这大少爷知道我要离婚，还特意从他的车库里找出来这么一辆车给我装行李箱。恭喜你，终于脱离苦海了。谢燕慈坐在副驾驶上，笑着恭喜我。我拍了拍他的背，快开车吧，我爸妈还在等我回家吃饭呢。股东大会当天，我按时抵达了公司，在众人见证下，我正式宣布将自己持有的所有股份转给柏之眼，并决定彻底退出公司的管理。这一消息一出，现场顿时炸开了锅，议论纷纷。大家心里都清楚，这家公司是我和柏之眼共同打拼出来的，而且我的付出远超他。现在公司正值发展高峰，我却突然选择离开，怎能不让人感到惊讶和不解？人群中开始有低语声，不少人的目光在柏之眼和他的小女友林念念之间游走，显然他们心中已有猜测。但这一切对我来说已不再重要。完成股权转让手续后，柏之眼信守承诺，立即与我前往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拿到单子的那一刻，我注意到他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喜悦。走出民政局，柏之眼轻声问我：“苏锦时，以后我们还能做朋友吗？”我冷笑一声，将单子放回包里，没必要了。一个合格的前任就该跟死了一样。1个月以后，别忘了来领离婚证。我祝你和林念念白头偕老，永结同心。谢谢。他轻笑了一声，伸手推了推他那副金丝边眼镜。尽管他已经和我结婚多年，可柏之眼那张脸帅气依旧，还平添了几分成熟的魅力。可如今这张脸在我眼里只剩下厌恶。那这样的话，等我和念念结婚的时候，就不给你发请柬了。我还没来得及说话，林念念带着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对着我冷嘲热讽起来：“之眼，别这样，如果不是锦时姐姐，我们哪能像现在这样呢？她也算是我们的媒人，怎么能不请她呢？”林念念说着，就朝柏之眼的脸上亲了一下。如果锦时姐姐不介意，能来做我的伴娘吗？柏之眼的脸色稍微有些不自然，但他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抗拒。那个曾经让我心动不已的人，此刻正搂着另一个女人的腰，而我就在旁边。原以为看到这样的场景，我会生气，但奇怪的是，我的内心异常平静，没有丝毫波动。林念念察觉到我无动于衷，以为我内心愤懑，反而显得更加洋洋得意起来。锦时姐姐，还谢谢你能把之眼这么好的男人让给我。我冷笑一声，撩起耳边垂落的发，不客气，你喜欢捡我不要的垃圾，就不用在我面前炫耀了。柏之眼听见我这话，脸上露出这些天少见的恼怒。苏锦时，我朝他摆了摆手，别生气，薄先生，我劝你啊，再给你身边这个女人掏心掏肺钱，先查清楚她的底细。我将之前查到的关于林念念的资料递给柏之眼，他没有接，只是打掉了我手里的资料，搂着林念念的手收紧了些。苏锦时，我没想到你这么恶毒，你都跟我离婚了，就这么见不得我找到真正的幸福吗？他说完就拽着林念念的手走下了台阶。一旁的谢燕慈走了过来，捡起地上的文件袋递给我，我接过来，然后扔进了垃圾桶。既然柏之眼这么相信林念念，那他以后无论在这个女人身上栽多大的跟头，都是活该。毕竟良言难劝该死的鬼。我和柏之眼拿到离婚证的那天，他立刻就拉着林念念去领了结婚证。听说2个人还扔下公司1个月，跑去环游世界。至于我，进了苏家的公司，一点一点接手我爸的事业。而谢燕慈那个人，
好像不用上班一样，没事就喜欢在我面前晃悠。1个月后，柏之眼前脚刚回国，后脚公司就出事了。许多长期合作的重要客户突然决定终止合作，柏之眼只专注于他和林念念的努力，却忽略了这些客户原本是因为我爸的关系才给我们订单的。这一变故直接导致公司失去了大部分收入来源，差不多是营业额的4%。公司业绩下滑，员工们人心惶惶，连那些跟随我多年的老员工也开始纷纷提出离职。他们一直是公司的支柱，虽然之前对林念念有诸多不满，但因为柏之眼的关系，大家只能隐忍。现在我不在公司了，公司状况每况愈下，老员工们觉得继续留下也没有意义了。就在柏之眼忙于应对各种问题时，股东们也纷纷选择撤资。雪上加霜的是，林念念和财务总监被爆出利用职务便利挪用公款，双双被警方带走。那天，柏之眼在办公室里坐了10几个小时，整个人仿佛失去了灵魂。为了救林念念，他甚至不惜卖掉房子和车子，还不等把人捞出来，他就被警方告知，林念念其实早就和财务总监勾搭在一起了，远早于和他。而林念念和柏之眼在一起，也不过是图他的钱，想用他的钱养自己的男人。柏之眼的情绪彻底崩溃了。1个星期后，他来到苏氏集团的楼下想见我。谢燕慈说这话的时候咬牙切齿，阿锦，只要你一句话，我就下去把他扔出去。我放下手里的笔，让一旁的助理把柏之眼带上来。谢燕慈并不理解我的做法，可我现在只想痛打落水狗。柏之眼身上的衣服皱皱巴巴，一脸憔悴，见到我，他红了眼眶。锦时，我知道错了，林念念那个贱人只是贪图我的钱，她还想用我的钱养男人。我那时候就应该看看你给我的资料，如果我看了的话，就不会。我看着他眼角的泪滑落，内心毫无波澜。锦时，我知道你心里还有我，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们重新开始，好吗？谢燕慈听着就要上前去揍他，却被我拦下。柏之眼，我跟你说过，有些风景看一次就够了。这话还有下半句我没说完。有些人爱过一次也该丢了。柏之眼脸色苍白，他挣扎着说，可那是我们共同奋斗多年的公司啊，你忍心看他就这样毁掉吗？你不原谅我无所谓，但至少为了公司，帮我把那些重要客户找回来吧。他的声音近乎哀求。我冷笑一声，柏之眼，你还真是不要脸啊！我的所有股份都转给了你，那间公司是你和林念念的，不是我的，所以他是死是活，跟我没有1分钱的关系。话也说完了，我示意一旁的助理找来保镖，将柏之眼赶出苏氏。柏之眼惊慌失措，哭着就要朝我奔过来。老婆，我知道你心里还有我，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可他还没动作，就被2名保镖按在了地上。谢燕慈挡在我的前面，我轻轻推开他的手，冷眼看着柏之眼，错了，林念念才是你老婆。谢燕慈手一挥，2名保镖就将柏之眼架着扔出了苏氏。我整个人瘫在真皮座椅上，长舒一口气。谢燕慈笑着看我，苏总挺飒的。为了摆脱柏之眼的纠缠，爸妈建议我出去旅游散散心。我被我爸逼着放下了手里的工作，开始了我为期1年半的环球旅游。在机场的时候，我见到了拖着大行李箱的谢燕慈，她笑着看我，伯父不放心，让我跟着你。我没拆穿他的话，笑着将我的包扔给他。谢燕慈，
帮我拿着吧。他陪着我去了很多的地方，看了很多的风景，在旅途上也给了我很多的惊喜。在回国的时候，谢燕慈已经成了我的未婚夫。结婚那天，我手捧鲜花，坐在婚车里，隔着车窗，我和谢燕慈同时见到了柏之眼。如今的他骑着电驴，开始送起了外卖。谢燕慈替我摇上了车窗，我见到他眼底的醋意，我笑着捧起他的脸亲了亲。他只不过是我人生的一个小插曲而已。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